古人有云：良言一句暖三冬，恶语伤人六月寒。一句话可以是暖人心窝的阳光，也可以是伤人于无形的尖刀。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什么样的话放在什么样的情景，可以大力开发孩子的大脑呢？美妈今天结合脑科学知识，总结了3句非常具有魔幻色彩的话。父母要是能够熟练运用的话，孩子的智商跟情商或许能拔高一大截。为了更方便理解，建议大家看完上一个视频再回来看这个视频。好了，进入主题吧。第一句话就是感觉好期待啊！家里有一个自律的学霸，那叫一个爽啊！不用父母盯，不用父母催，学时轻松进入状态，而且还能够长期保持专注的状态。为什么学霸能像白磷一样，不用借助外部的力量，自己就能熊熊燃烧呢？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获得了父母的正确回应。什么叫做正确的回应呢？举个例子，孩子看到蜗牛觉得很可爱，兴高采烈地拿给你看。普通父母会觉得不就是一只蜗牛吗？但是有见地的父母会认为这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时机，于是他们用热烈的情绪回应孩子。看到这么可爱的蜗牛，你很兴奋对不对？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认同，对父母说要把那只蜗牛带回家当宠物养，并且迫不及待地分享他的智化，比如怎么给蜗牛装扮小渣。这个时候父母又做出一副很期待的表情，这样装扮一定很好看，感觉好期待啊！脑科学家说，专注力的起点就是感兴趣、喜欢、感动。当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或见闻的时候啊，父母如果能够积极回应孩子，跟孩子的情绪产生共鸣，让他感受到被理解跟认同，并产生继续探索的欲望，就可以激活报偿性神经系统，获得更多的学习动力。报偿性神经系统是大脑的奖励中心，那些学习高手就是通过不断激活这个脑区获得干劲的。第二句话，我依然爱你。记得一位心理学家曾说过，培养一个健康的孩子比修复一个破损的成年人容易很多。我明白父母也是血肉之躯，面对乱发脾气的孩子，脾气再好也会忍不住哄骂他。作为一个在哄教中长大的孩子，我也明白父母的哄骂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创伤，所以每次发完脾气之后，我都会非常的自责。在不断的反思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虽然不能制止暴风雨的来临，但至少能让暴风雨下得温柔一些，让孩子把我的话听进去，并且把创伤降到最低。举个例子，孩子想喝他最爱的酸奶，但他喉咙发炎不能喝，我平静地对他说，现在不能喝，等你感冒好了再喝。孩子不听，高声地叫道，我就要喝酸奶。我顿时血压就飙升了，但还是压着冲动的火焰，我已经说了，等你好了再喝。孩子依然不依不挠，我现在就要喝。两个人越来越激动，眼看场面就要失控了，我赶紧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对孩子说，酸奶酸酸甜甜的，喝一杯肯定很爽，我真希望你没有生病，这样我就能让你喝个够了。很神奇的是，当我直面问题，说出孩子的感受，表达我的理解之后，他的情绪就慢慢的缓和下来。后来我了解到，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啊，对孩子说一些共情的话，能够帮助孩子把理性脑跟情感脑重新连接起来，从而达到一个缓和剧烈情绪的作用。当然了，不是每次时机都抓得那么准，有时还没等我想好如何控制场面，孩子就像火山一样猛烈的喷发，被彻底激怒的我，这时会忍不住哄孩子。这时我会采取另一个方法补救，把他拉到划定的冷静区，我在一旁看着他闹。这时千万别跟孩子说大道理，因为他的理性脑跟情感脑正处于一个短路的状态。这时说话，孩子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越闹越凶。等他情绪平复的差不多了，我会走过去给他一个拥抱，让他感受我的同理心，并告诉他，刚才你情绪失控了，妈妈也没能忍住，也情绪失控了才哄了你，但妈妈依然爱你。然后给他分析不给他酸奶喝以及两人情绪失控的原因，并表示妈妈刚才在情绪管理这一块也没有做好，愿意跟他一起进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帮助孩子理解他的感受，告诉孩子
什么是情绪失控，这是情绪管理的重要一环。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情绪失控非常的重要，让孩子知道你依然爱他，可以降低哄骂带来的创伤。刚开始或许你跟孩子都做不太好，但熟能生巧，经过大量的实战训练，你跟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会越来越强，自控力跟情商也会大幅提升。第3句话就是你是我们家的王牌。有个妈妈留言告诉我，我家孩子像泄了气的气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一番询问之后，我发现妈妈经常否定孩子，比如孩子想要挑战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她总会冷不丁地泼孩子的冷水，这个太难了，你做不到。人爱听好话，大脑也是爱听好话的。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 A10神经系统的东西，它的工作就是分辨好恶、安危、有趣与否。孩子做什么，父母都习惯性的使用否定的话语，导致大脑收到的都是带有负面情绪的信息，最终被 A10神经系统截停。因为这些信息无法进入到报偿性神经系统，大脑也就无法进行自我奖赏，孩子也就体验不到成功的滋味。孩子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了。所以父母在跟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要多说一些可以激发孩子干劲的话。比如孩子想用积木砌一台战斗机，但砌了好久都砌不出来，中间他有点沮丧，想要放弃，你给孩子一点点提示，然后对他说，你是我们家的王牌嘞，这点小困难一定难不倒你的。当他拿着他的战利品等着你表扬的时候，你热烈地对他说，王牌出手果然不一般，我说过了吧，肯定能想到好的方法把它砌出来。这种恰到好处的鼓励方式，不但可以激发孩子的干劲跟潜能，还能形成成长型思维，让他明白成功是后天努力的结果。父母都想孩子成为人中龙凤，成为一个魅力四射的人，但在这之前，父母要学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学会如何跟孩子对话，这样他的智慧之树才能吸取到足够的营养，才能奋发向上，最终成为参天大树。当他的智力跟情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才有机会成为出类拔萃的那一群人。刚才所提到的这3句话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只要父母懂得贴合大脑的规律，放在对的情景，就能起到非常神奇的魔化效果。所以父母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凝练自己所说的话。好了，今天就先聊那么多吧，后续我还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关注我，每天学一点认知学跟心理学，跟孩子一起变得更优秀吧。好了，我们下期见吧，拜拜。